印度与俄美的关系备受关注。印度总理莫迪在上合组织萨马尔罕峰会上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相谈甚欢，让期待印度与俄罗斯划清界限的西方感到失望。莫迪还在峰会上呼吁上合组织成员国打造可靠供应链，而在供应链上排挤中国，正是美国打造印太经济框架的重要企图之一。印度此前已经退出了印太经济框架贸易领域的谈判，让美国印太经济布局的第一脚就踏空。有分析认为，随着印度与西方的分歧日益凸显，印度越发可能成为美国的眼中钉。在周五的上合组织撒马尔罕峰会上，印度总理莫迪呼吁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在能源和粮食危机的背景下，发展可靠和多种多样的供应链，并提出为此需要改善各国之间的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本次上合峰会上，印度接任下一届上合组织轮值主席国。上合组织会后声明也提到，国际供应链的安全、稳定、多元化对保障成员国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而莫迪强调，供应链之所以引人关注，是因为美国主导并积极拉拢印度参与的印太经济框架4大支柱之一就是供应链。印度呢，实际上奉行的是这个产业链的多元化啊，就是产业链呢不要这个依赖某一国家或者某一集团。它跟上合组织跟这个金砖成员呢，在很多大宗商品啊，像莫迪自己提到的石油啊、能源啊、化肥啊、粮食啊等等，它都有这个需求。所以呢，他在上合组织内呢，他又倡导呢，上合组织要搞这个产业链的联盟。而在这之前一周，9月9号，由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首次部长级会议落幕。然而，尴尬的是，14个创始成员国中，印度是唯一没有签署印太经济框架4大支柱之一的贸易支柱谈判的成员。印度商工部长戈亚尔在此后的媒体简报会上直言，之所以印度不愿意进入印太经济框架的贸易领域合作，是因为看不到什么好处。印太经济框架于今年5月美国总统拜登访问日本期间正式启动，被认为旨在抗衡中国在亚太不断增加的地区影响力。而让美国失望的是，印太经济框架刚上路就折了贸易支柱。印度贸易专家还提醒，印度在参与其他3个支柱谈判时也需要谨慎行事，因为也可能存在多个痛点。印度从美国的印太经济框架的其中一个支柱里头退出来呢，我想很明显的，实际上就暴露了美国的这个印太经济框架本身的这个局限性啊。另外一点，实际上也暴露了这个美国印太经济框架的这个成员国内部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分歧啊。我想呢，这都是美国需要这个面对的一个基本的现实，就是印度永远是按照印度自己的利益来从事它的这个对外的行为。由于忌惮美国国内保护主义情绪等因素，印太经济框架没有提供美国市场准入的优惠条款，在关税方面也没有做出承诺，其吸引力因此遭受怀疑。这也使得印度的立场具有一定代表性。尽管其他成员国暂时加入了贸易领域谈判，但多持观望态度。这些国家普遍担心，美国不打算开放本国市场，也不对他国让利。这种做法只会给发展中国家增加额外负担，缺乏真正的合作诚意。而上合组织的经济发展动力越发强劲。2021年，上合组织成员国国内生产总值总和约为23.3万亿美元，占全球 GDP 的近1/4。上合组织成员及伙伴的石油年产量超过全球总产量的一半。2021年，中国与印度贸易总额超过1256亿美元，同比增长43%。中印贸易相互依赖程度深，同时，中印两国作为制造业大国，跟上合能源出口国的互补性也很强。对此，日经亚洲还指出，印太经济框架成员国普遍与中国的贸易联系紧密，没有中国的参与，与供应链和减碳相关的国际贸易框架将严重受限。美国想创建一个独立于中国的经济空间，并不现实。在出席撒马尔罕峰会期间，莫迪还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举行了双边会谈。莫迪会后发布推文称，我与普京总统的会谈非常愉快，我们进一步讨论了两国在贸易、能源、国防等领域的合作，还讨论了其他的双边和全球问题。莫迪办公室在一份声明中指出，两国领导人的会谈富有成效。对于本次印俄领导人的会面背景，印度经济时报称，会谈举行之际，印度一直承受着来自西方国家的巨大压力，要求印度淡化与俄罗斯的友好关系。然而，印度并没有跟随西方谴责并制裁俄罗斯，而是在保持中立的同时，并深化了与俄贸易关系。印度呢，实际上很了解美国的这个痛点所在啊。
美国对印度的这个战略的需求呢，首要的就是拿印度呢作为一个牵制中国或者反华的一个工具啊。只要美国呢这个第一诉求是用印度来反华的话，那印度跟俄罗斯的关系的怎么发展呢？美国就会原谅它。实际上，在上合组织峰会召开之前，西方也在试图向印度施压，避免印度跟中国和俄罗斯靠近。前段时间，西方国家拉拢盟友，推出一项旨在对俄罗斯石油限价的措施。目前，7国集团已经对此达成了一致。美国还鼓励印度等国加入，要求所有国家承诺用低于指导价的价格进口俄石油，这样就能压低俄罗斯原油价格。当印度外交秘书维奈克瓦特拉周四被问及是否会加入7国集团的俄油限价同盟时，他显然对这种不怀好意的问题感到愤怒。他回击称，印度不是7国集团成员国，采购俄罗斯石油只是为了满足能源安全需求，没有什么好质疑的。印方的回答让企图离间俄印关系的西方媒体碰了一鼻子灰。如果印度呢跟进西方国家呢打压俄罗斯的石油的话，那会破坏它跟俄罗斯的这个关系啊。俄罗斯跟印度的关系呢，实际上是有很长的这个历史的渊源啊，它俩的这个战略互信程度也非常之高，所以呢，这样有损于俄罗斯利益的事情呢，印度在事后跟进的时候，它是要三思而后行的。另外一点呢，就是实际上就是俄罗斯啊，这个近些年的外交，尤其是跟这个中国的关系、跟巴基斯坦的关系有一个很大的这个发展啊，这也是印度需要权衡的。所以作为一个平衡呢，印度呢就会这个坚决地巩固跟俄罗斯的关系。近期，印俄两国的合作越来越紧密。印度正在计划向俄罗斯市场扩大供应医药品、电子产品、农产品等，而俄罗斯也在研究向印度出口贵金属以及高科技产品的可能性。此外，印度国家银行周四表示，正根据印度央行的指导方针开设卢比账户，以便处理与俄罗斯的贸易往来。俄乌冲突发生后，西方制裁大棒挥向俄部分银行和企业，对俄罗斯以及其货币卢布开展业务的能力构成一定阻碍。而对于印度这个人口大国、粮食大国来说，俄罗斯所能提供的油气能源、肥料等资源至关重要。若相关贸易因西方对俄制裁受阻，恐怕不仅会对印度经济造成打击，甚至可能威胁该国的社会稳定。此外，印度与俄罗斯还在军事等领域加深合作。在本月初，印度不顾美方的不快，派出部队参加了在俄罗斯举行的东方2022大型联合军演，而美国似乎也显露出敲打印度的迹象。近日，白宫批准了一项价值4.5亿美元的一揽子计划，用于升级巴基斯坦的 F-16战斗机机队。近日，印度海军公布了9项下一代主力舰艇建造计划，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0艘1.3万吨级大型通用驱逐舰建造计划。进入21世纪之后，作为新一代水面主力战舰的佼佼者，万吨大驱成为大国海军的标配。继日本之后，印度也加入建造万吨大驱的行列。但印度媒体却不那么乐观，因为印度虽然造出了国产航母，但7000吨级的驱逐舰却无法独立完成。根据印度国防研究所网站发布的消息，印度海军在日前公布了最新的改造计划，9大现代化任务规模庞大，为印度海军史上罕见。计划中包含10艘排水量为13000吨的新一代驱逐舰和18艘潜艇，此外还有防雷舰、护卫舰、船坞登陆舰等装备的更新换代，以及训练舰船的购买，但没有说明投资金额。据报道，通过这些计划，印度海军计划加强其能力，并保持其在印度洋地区的主导地位。在这些庞大计划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10艘万吨大驱项目。按照印度海军的设想，第一阶段从2025年开始采购5艘国产万吨级驱逐舰，同时研发改进型号。第二阶段将采购5艘改进型万吨大驱。印度军工产业一直被称为万国造，其大量装备都来自外国采购，无法自造。这导致印度的军费虽然很高，但是军工产业包括制造水平和科技水平都没有得到相应的发展。莫迪上任后，致力推动国防本土化，将从小到子弹、防弹衣，大到坦克、飞机、驱逐舰的装备都纳入了国产化清单，也取得了较大成就。9月2号，印度总理莫迪出席维克兰特号航母的服役仪式，这是第一艘由印度设计和建造的航母。维克兰特号航母被认为是印度海军发展的转折点，表明印度在相当程度上具备了建造现代化大型水面舰艇的先进技术。但令印度舆论失望的是，维克兰特号航母建成后，莫迪政府没有宣布新的航母建造计划，
而维克兰特号的建造过程历时17年，并不顺利。这也令外界对印度海军极为庞大的9大项目造舰计划提出了一些疑问。其中最多的疑问是：设计图纸在哪里？武器配置如何？关键设备有着落了吗？实际上，在很多人眼里边，总觉得就是能造4万吨级的航母造1万多吨的驱逐舰不是什么问题。其实这是一种误解。航母主要是一个大平板嘛，就是飞行甲板呢要很宽大。那么像印度自己造的所谓的4万吨级的维克兰特号航母，那关键的系统也是像雷达、电子系统武器系统等等，依然是依靠国外。再看一下呢，像1万多吨级的大型驱逐舰，其实难度更大，因为呢它比航母相对来要小，而且呢更加紧凑，再加上要装大量的垂直发射系统、雷达、电子系统等等，那么电磁兼容问题，那么像武器的布置问题，所有这些印度它是自己搞不定的。其实，在这次官宣要建造新型万吨大驱之前，印度海军曾在2020年公开过一个名为 P-18的驱逐舰项目，号称亚洲最强主力舰。当时，印方披露了 P-18的多项参数指标，显示其排水将为14000吨，比这次官宣的还要大1000吨。P-18的未来感十足，计划搭载一门电磁炮为主炮，另外有2套高能激光武器系统用于近防。当时，印度海军计划建造6艘 P-18。印度内阁安全委员会还为此批准了615亿卢比，约合人民币60亿元的经费。不过2年过去了 ，P-18没有任何进展。有当地媒体失望的报道称，甚至连一块钢板也没有切割。实际上，印度海军想用作 P-18的主炮的电磁炮被称为神奇大炮。然而，理论上很美丽，技术上难度很大。美国的电磁炮项目在2021年宣布失败。资料显示，印度海军舰艇的国产化起点并不低。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从苏联引进了相关技术，建造了拥有较强综合作战能力的5000吨级战舰及拉杰普特级远洋驱逐舰。而同期中国所建造的驱逐舰是排水量不到4000吨的051型。到了上世纪90年代，印度已经消化了苏联技术，掌握了6000吨级驱逐舰的建造技术，但此后研发却陷入停滞。6000吨级的 P-15一造就是20年。2016年之后，印度海军启动7000吨级的 P-15B 建造计划，但是问题不断。其首舰维沙卡帕特南号原计划2018年服役，但最终拖延了3年。维沙卡帕特南号还发生了严重工业事故，在马扎钢船厂西装时，第2层和第3层甲板发生3起火灾，事故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2021年10月底，该舰才终于交付印度海军。印度海军当时称，维沙卡帕特南号的服役是印度寻求军事装备国产化的一个重大飞跃。印度在造舰方面，实际上困难主要还是印度的工业水平整体实力太低了。像印度的工业产值只占印度 GDP 不到20%这个占比呢太低了，而且呢技术水平呢也是非常低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印度呢在过去这么多年里边很少看到有什么印度的工业制成品在世界上进行销售。那整体工业呢都是如此，那军用舰船工业呢更是如此。更何况呢，现代化的舰艇对于信息化要求更高，那就是牵扯我们经常说的芯片、计算机，还有呢像其他这些高新技术。那么印度在这方面更加落后。军事专家指出，万吨大驱是目前技术水平下驱逐舰建造的天花板。它之所以成为海军大国纷纷选择的主力战舰，是因为现代化战争比拼的是作战舰艇雷达电子系统的先进性，以及搭载防空、反舰、反潜导弹的数量。排水量越大，能搭载的电子设备和武器装备也就越多，战斗力就越强。但万吨大驱需要强大的技术积累。目前有能力建造万吨大驱的国家，都是造船工业水平最高的几个国家，包括中国、美国、日本和韩国等。这些国家的共同点都是走过了一条以民用造船工业来反哺军舰建造的必由之路。而目前，印度虽然占据了全球拆船工业市场的30%份额，但民用船舶制造业只占全球市场份额的1.5%。而印度除了舰体本身外，各种子系统也是需要面对的鸿沟。在排水量6000余吨的 P-15驱逐舰上，就可以看到来自于以色列、意大利、美国、俄罗斯、英国、瑞典和法国提供的设备、零部件和相关技术，再加上印度本土制造的各类子系统，光是将它们有机整合到一起，并在运转期间不出现互相干扰的现象，就已经非常困难，更别提各自不同的维护保障模式。
不难想象，如果印度要打造排水量更大的万吨大区，从外国采购的子系统和技术只会更多。以该国当前的水平来看，对各类技术的整合和消化，恐怕需要不低于10年左右的时间才能实现。好，继续来关注俄乌局势。对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已经夺回了超过8000平方公里的土地。普京回应称，俄军并未使出全部力量，且俄罗斯并不急于求成。但他也表示，会尽一切努力尽快结束在乌克兰的冲突。俄乌冲突爆发200多天，是否出现了和平曙光？来看报道。当地时间周五，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强调，俄方在乌克兰特别军事行动的目标没有改变，所有目标都会实现，但俄罗斯不急于求成，况且俄军尚未使出全部力量。Мы видим и там активность, и там, киевские власти же объявили о том, что они начали и проводят активную контрнаступательную операцию. Ну, посмотрим, как она будет результат, чем она закончится. 普京当天会见印度总理莫迪时表示，将尽一切努力使这一切尽快结束。可惜，乌克兰领导层已经宣布放弃谈判进程，宣称他们要以军事手段达成自己的目标。他们自己说的，在战场上。Я знаю вашу позицию по конфликту в Украине, ваши озабоченности, которые вы постоянно высказываете. Мы сделаем все для того, чтобы это все прекратилось как можно быстрее. К сожалению. 此前一天，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已经夺回了超过8000平方公里的领土，收复近400个定居点，主要集中在东北部的哈尔科夫地区。但分析认为，自俄乌冲突以来，乌克兰丢失的国土约为12.7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总面积的1/5。最近，哈尔科夫反攻夺回的面积相当于被占领领土的6.2%。泽连斯基周五接受路透社采访时也坦诚，现在谈冲突结束还为时尚早。他还再次呼吁北约国家加强对乌克兰的武器供应，而拜登政府也允诺新一笔6亿美元的对乌军援。统计显示，拜登政府迄今已经向乌克兰提供了价值超过150亿美元的武器和其他安全援助。有消息称，乌军正在寻求获得射程可达300公里的海马斯多管火箭炮系统等29种新武器。而目前，乌方获得的是射程只有70公里的阉割版。俄罗斯驻美大使安东诺夫周三警告，假如美方提供的武器可以威胁到俄罗斯大城市以及工业、交通基础设施，就意味着美国直接卷入到与俄罗斯的军事对抗。Если Вашингтон примет решение о поставках Киеву ракет большей дальности, то он перейдет красную черту и станет непосредственной стороной конфликта. Мы оставляем за собой право защищать нашу территорию всеми доступными нам средствами.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叶天乐对深圳卫视表示，俄方对美方画出红线，但美方未必会遵守，而一旦突破红线，俄乌冲突将扩大。近一段时间呢，美国对于乌克兰的这种军事援助，它的有一个趋势就是它更加偏向于乌克兰自身的这种军事的需求。对于乌克兰的这种军事援助，应该是到了一个数量级了，就是它现在已经开始要补强乌克兰的一些短板了。那么对于这个射程更长的这种导弹系统，或者说是这个武器，实际上是美国下一步要对乌克兰加强的这样一个趋势。因为我们看到从美国这个援助了海马斯之后，实际上对于俄军的这种打击和这种战略威慑还是十分的明显的。与美国的坚决支持乌克兰不同，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周四在接受西班牙《世界报》采访时表示，目前一些欧洲人倾向于停止支持乌克兰。他表示，部分欧洲社会倾向于拒绝支持乌克兰，他们希望结束冲突，因为他们无法承受其后果和物价上涨。北约欧洲盟军司令部前副司令理查德·谢里夫周四说，北约国家军队还没有准备好与俄罗斯发生直接冲突。如果乌克兰局势恶化，可能会发生这种冲突。好，消息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当地时间9月16号，印度总理莫迪在萨马尔罕的会谈上对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当今的时代不该是战争的年代。那对此您作何解读？莫迪的这句话的确是把握了当今世界的大主题。这个大主题其实就是和平发展，也就是对外国与国之间要和睦相处，通过和平手段，而不是通过战争来解决所有的争端。对内，这是要发展经济，保障民生，让每一个民众都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
这是我们一切内政与外交的根本目的。除此之外，我认为这短短13个字中还充满了历史的沧桑感与厚重感，充满了历史的经验与教训。因为在70多年以前的人类，我们几乎所有的对外纠纷差不多都是动辄诉诸于武力来解决的。这一方法论发展到极端，曾经导致了人类历史上的2次世界大战，导致数亿人生灵涂炭。所以二战以后，人类终于认识到了通过战争手段解决不了问题。为了我们的光明未来，我们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只能相濡以沫，同舟共济。只要是顺应了和平发展与非战争的世界潮流，人类就会有和平，国家就会得到发展，民众就能够得到幸福。二战后的70多年，人类之所以能够创造出空前的物质繁荣，也是因为二战后再也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世界战争，而且我们还基本上结束了冷战，开启了经济全球化的时代。相反，要是背离了这个主题，违背了这个世界大势，那这个后果也是看得见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对印度总理莫迪说：“我理解你对乌克兰冲突的立场，我也知道你的关切。我们希望这一切都能尽快结束。”那对此您作何解读呢？从普京的这番讲话中，我们可以解读出2点信息：一是对于莫迪有关当今的时代不该是战争的年代这样一句话，普京表示了理解与接受；二是普京已经表达了要结束这场战争，为俄罗斯止损的意愿。那么从中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俄罗斯在俄乌战场上面临着相当困难的局面，但普京仍然是保留了清醒和理性，并没有做不惜一切代价破罐子破摔、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打算。这也就再度证明了普京并不准备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对乌克兰进行全面宣战，对国内进行战争总动员，同时也不会将战争规模无限扩大，尤其是升级为核战。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所有相关国家就都应该为俄乌双方留下转圜的空间与余地，劝和促谈，尽快结束武力冲突。好，谢谢刘和平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周五夜，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2次会议和对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习近平的这趟中亚访问行程紧凑，成果丰硕，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9周年之际，宣布启动中吉乌铁路项目建设，为上合组织未来发展注入新能量，也将亚欧大陆桥缩短近1000公里。未来中欧班列将缩短1周以上的运行时间。中国最高领导人2年多以来的首次外访，也受到国际舆论的高度关注。来看报道。习近平主席外访行程结束之际，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时表示，3天2夜里，习近平主席飞赴努尔苏丹、撒马尔罕两地，停留时间48小时，密集出席近30场活动，多边与双边日程结合，安全和发展议题兼济，时间虽短，但亮点纷呈，成果丰硕，有力推动上合组织扩员迈出新步伐，引领中国同有关国家关系迈上新台阶。王毅介绍，习近平主席深刻总结上合组织成功经验，坚持政治互信，坚持互利合作，坚持平等相待，坚持开放包容，坚持公平正义。指出这5个坚持充分体现了上海精神，始终是上合组织的生命力所在，也是必须长期坚持的根本遵循。关于上合组织未来建设方向，习近平主席提出5点建议，强调要加大相互支持，拓展安全合作，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坚持多边主义。峰会签署并发表的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撒马尔罕宣言，充分吸纳了中方系列重要倡议的主要内容。习近平重要讲话受到国际舆论高度关注。法新社报道称，中国领导人在上合峰会上指出，世界动荡，和平赤字、发展赤字、信任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这是在告诉与会领导人，现在是重塑国际体系和摒弃零和博弈及集团政治的时候了。中国领导人发出携手共同努力的呼吁。莫斯科大学亚非学院院长阿列克谢·马斯洛夫教授表示，目前世界的问题很复杂，必须要通过复杂的方式来解决。
目前世界上一些国家将动辄制裁他国视为常态，但恰恰是全球治理遭遇困难的根源。损害他国利益将造成秩序的破坏。而上合峰会的理念是共享的全球发展观，即所有国家都在阳光下有自己的位置，并促进互利合作。美国巴克内尔大学教授朱志群认为，习近平主席向西方大国发出了强烈信息，即他们并不代表整个国际社会，中国在非西方世界有很多朋友。上合组织已经逐渐成为中国外交的基础组成部分之一。上合组织呢，作为一个新型的国际组织，它应该是冷战结束以后倡导的一种国际政治文明的一种新形态。美国呢，西方搞一套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伪多边主义，所以这个世界呢是何去何从啊？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像上合组织这样一些魅力的在不断的放大才能提供更好的为联合国的体系的支持。中国领导人提出的中国理念也受到上合成员国的高度赞同。So without security and stability, the region and neither country or region can develop. So this time in world history is quite tense. In that respect, growing Asia, growing Eurasia should set an example on how to move on together and peacefully. 本次撒马尔罕峰会上，上合组织实现第2次扩员，接受伊朗为成员国。伊朗驻华大使穆罕默德·克沙瓦尔兹扎德表示，将以此为契机，继续加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同本国发展战略和地区合作倡议对接。他认为，“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实践，伊朗具有最佳地理位置，并从中获益。Say in Chinese, 一带一路 it can provide a convergence between the member state of the SCO, good access, to the economy and the growth. Culturally and traditionally, we have a very good relation with China, based on trust. We trust each other. It's a good assets for the cooperation. 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像中亚这些上合组织这样一些成员国，都希望中国能够扮演起这个全球发展和安全的这样一个中流砥柱的角色，这个给世界呢带来巨大的这样一个，无论是从投资合作，还是提供更多的公共产品的这样一个希望。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是“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提出9周年。2013年9月，习近平在哈萨克斯坦首次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随后，习近平主席在吉尔吉斯斯坦出席上合组织峰会，向上合大家庭发出共建邀约，开启了共建“一带一路”和上合组织的融合之路。9年来，“一带一路”取得丰硕成果。值得关注的是，在本次习近平中亚访问行程中再次结出硕果。9月14号，中国、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有关部门签署了关于中吉乌铁路建设项目及境内段合作的谅解备忘录。习近平强调，中方支持实施中吉乌铁路项目，愿推动项目早日开工。实际上，早在今年5月底，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就表示，在完成可行性研究后，中吉乌铁路将于2023年开工。中吉乌铁路全长523公里，其中213公里在中国境内，在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有260公里，乌兹别克斯坦境内有50公里。位于中亚腹地的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都是内陆国家，受地理区位的限制，吉乌两国的运输成本、贸易成本高，制约了经济发展。根据规划，中吉乌铁路计划从中国新疆喀什向西出境，经吉尔吉斯斯坦卡拉苏到达乌兹别克斯坦的安基延。该铁路建成通车后，中吉乌之间的运输线路缩短了近900公里，从而降低运输成本，使三国之间的贸易周转更快，成本更低。中方在今年年初提出，力争到2030年将中国同中亚国家贸易额提升至700亿美元。中吉乌铁路的建成将助力这一目标的实现。所以这个中吉乌铁路将来为咱们跨境电商物流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等，都会提供很好的这样一个共同发展的这样一个愿景。此外，中吉乌铁路作为亚洲大陆桥的南部支线，将构架亚欧大陆互联互通新通道。德国之声电台指出，中吉乌铁路建成后，将是从中国运送货物到欧洲和中东的最短路线。中欧班列的运行时间将比现在缩短7到8天。吉尔吉斯斯坦前总理奥托尔巴耶夫表示，中亚地区是连接亚欧大陆各大经济体的合作桥梁，特别是运输方面，中亚地区起到了连接几个经济大国的作用。
吉尔吉斯斯坦对中吉乌铁路建设项目充满期待，这也将让中亚地区恢复昔日古丝绸之路的繁华。Caspian region, Iran, Turkey, and Europe. So this way will be about 900 kilometers shorter than existing route between Asia Pacific to Europe, and the train could link China and Southern Europe in 7 to 8 days. So it's quite interesting idea. We're really looking forward that Central Asia would go for the so-called all good time of the Great Silk Road, when Central Asia was the most prosperous part of the world and was linked east and west on that way. 经济日报指出，中吉乌铁路不是单一的铁路交通线路，在交通互联互通方面具有极大的地缘经济与政治价值，将促进中国与中亚、南亚、西亚、欧洲国际市场的深度融合，成为中国与上合组织覆盖国家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互联互通、互惠互利的标志性项目。不仅有利于完善亚欧大陆整体交通网络，更将为疫情后重启经济、发掘经济潜力创造新机遇。在将来，它会进一步的可能经过里海，到了阿塞拜疆，到了土耳其，然后融入到欧洲的铁路网，等于就是中国和欧洲更近的联系在一起，而且将来还能陆海连通，所以它的意义应该来讲也是空前的。本月初，美国国务院批准了一项对台湾出售军事装备的协议。周五，中方宣布对参与此次售武的雷神技术公司和波音防务公司首席执行官实施制裁。此次制裁对波音和雷神公司将有哪些实质影响？这两家美国军工巨头的关联企业在中国有哪些民用业务？对于近年来深陷经营危机的美国波音公司而言，被中方加码制裁意味着什么？来看报道。为了维护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中国政府决定对参与此次售武的雷神技术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海耶斯、波音防务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卡尔伯特实施制裁。9月2号，美国国务院批准了一项对台军售协议，金额为11.06亿美元，项目包括60枚鱼叉反舰导弹和100枚响尾蛇空对空导弹。鱼叉是波音防务公司的产品，响尾蛇是雷神公司的产品。深圳卫视注意到，这已经不是这两家美国军工巨头第一次被中方制裁。但值得注意的是，此前制裁是针对企业，没有涉及具体人物，而这次中方加码制裁，对两家企业的首席执行官实施制裁。此前曾有美媒报道，从前任总统特朗普到现任的拜登，他们所开展的对台军售，很大程度上都是以雷神、波音为代表的军工集团不断施压的结果。鲜为人知的是，奥迪斯电梯是雷神公司的关联企业。2020年，美国联合技术和雷神合并，成立新的雷神技术公司。联合技术公司旗下的奥迪斯电梯也并入雷神。事实上，长期以来，中国市场是奥迪斯电梯十分重要的市场。有统计显示，中国大陆市场单一季度为奥迪斯电梯的贡献就高达3.19亿美元，约占整个奥迪斯业务的11%，是奥迪斯全球新 T 业务的最大业绩来源。早前，为了规避制裁风险，奥迪斯完成了与联合技术公司的分拆，单独上市。时事评论员秦真告诉深圳卫视记者，分拆后，雷神可能还有少量控股，制裁措施或多或少会对奥迪斯的业务产生一定影响。当下它合并这新公司叫这个雷神技术公司，实际上它也是一个军民结合的，大概这个军品的销售占到50%多，然后非军品的销售，按他说叫商业航空方面的一些技术的销售占40%多。它这么一个也是军民结合的啊。秦真指出，相对于雷神公司而言，本次制裁对波音公司影响相对更大。波音公司曾先后多次参与对台军售，陆基鱼叉反舰导弹、AGM-84H 斯拉姆 1R 增程型防区外对地攻击导弹、MS-110 侦察吊舱等，全部都是由波音防务生产。在台湾问题上动作频频，但实际上波音的日子非常不好过。由于波音客机频频发生事故，以及美国挑起的对华贸易冲突等因素的影响，波音的在华业务遭遇了重大挫折。2022年5月，波音在中国的最大客户南航宣布，从订单中去除了100多架波音737 MAX。7月1号，中国三大航公告，将以合计总价2400亿人民币向空客购买292架空客 A320neo 系列飞机。近年来，波音在中国市场颗粒无收。事实上，波音近年来深陷财务困境。
去年年底，波音公司刚以1亿美元的价格变卖了位于美国西雅图市附近的商用飞机总部大楼，而这只是其资产削减计划的一部分。虽然他现在至少对外界表态似乎还比较乐观啊，这个国际市场容纳很大等等啊，他好像还能经受得起，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因为据很多机构预测，未来10年，中国将购买7000架新客机，大概占全球市场的1/5，这个对波音今后的长期的发展是非常不利的。根据公开资料显示，本次被制裁的波音防务首席执行官卡尔伯特于今年就任波音国防、太空和安全公司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在此之前，卡尔伯特还曾担任信息技术和数据分析的首席信息官和高级副总裁。深圳卫视注意到，就在中方宣布制裁当日，波音股价下跌超过5%。为了挽救损失，波音公司曾狡辩称，波音的民航子公司波音民用飞机集团和波音防务分属2个完全独立的子公司。波音防务对台军售的后果不应当由民航子公司来承担。但事实上，波音民航业务与其军工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美军在南海进行侦察工作的 P-8反潜机就是用波音的民航客机改造的。更令波音感到压力山大的是，中国的大飞机项目 C919 客机进展顺利。周四，中国工程院院士、C919 大型客机系列型总设计师吴光辉透露，中国商飞已完成 C919 大飞机取证前的试飞任务，今年内将取得民用航空器适航证，并交付给首家客户中国东方航空。C919 大型客机是中国自行研制、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短程商用干线喷气式飞机，于2017年5月5号成功首飞，2020年11月27号获得首个型号检查核准书。目前 C919 飞机已经有28家客户，累计订单815架。观察指出，等 C919 客机正式投入商业运营，波音客机在全球市场将面临更加严峻的考验。当下，特别是中国消费者对737 MAX 的信任度下降，所以包括波音在全球的销售不畅的这个机会，确确实实是 C919 弯道超车的一个绝佳的一个时机。实际上 C919 我觉得它的未来的潜力是巨大的啊，甚至于在国际市场上可以直接和波音和空客相关的机型竞争。好，相关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张思南。张先生你好。9月16号，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宣布，中国政府决定对雷神技术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海耶斯、波音防务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卡尔伯特实施制裁。那对此您有何观察？主持人好，首先，这已经不是中方第一次宣布对雷神和波音2家美国公司实行制裁。2020年10月，特朗普政府在1周之内2度批准对台军售，总金额超过41亿美元，包括鱼叉反舰导弹、海马斯多管火箭系统、防区外空射巡航导弹，性质极为恶劣。10月26日，中国外交部宣布制裁波音防务、雷神技术等参与对台军售的美国企业。2022年2月7日，美国国务院批准对台湾购买的爱国者防空导弹进行直接技术支持。2月28日，中国政府援引反外国制裁法，对长期参与对台军售的雷神技术等美国军工企业予以反制。再加上9月16日的最新一轮制裁，中方已经递进式的对雷神技术和波音防务展开了从公司主体到有关个人的全面制裁。那制裁内容包括哪些方面呢？根据反外国制裁法，中方可以采取的制裁措施包括3类：第一，不予签发签证，不准入境、注销签证或者驱逐出境；第二，查封、扣押、冻结在中国境内的动产、不动产和其他各类财产；以及至关重要的第三，禁止或者限制中国境内的组织、个人与其进行有关交易、合作等活动。有的人可能会问，像雷神技术和波音防务这样的美国军企，似乎和中国大陆也没有什么业务往来，中方的制裁究竟能起到怎样的效果？事实上，我注意到一众美国媒体也正是以类似的心态进行冷嘲热讽。但不要忘了，制裁作为一项政策工具，有2个目的：第一是报复，也就是反制，通过施加伤害来迫使对方更正错误的决定；第二则是威慑。对于中国而言，最好的结果不是美国企业参与对台军售，然后我们进行制裁，最好的结果是中国把制裁的利刃悬在美国企业脖子上，让这些企业对参与由美国政府所主导的对台军售
感到抗拒。那对于波音防务和雷神技术这些长期参与对台军售，又似乎和中国大陆缺乏直接业务往来的美国企业而言，中国的制裁能否发挥行之有效的惩罚作用呢？这是个好问题。就算是波音防务和雷神技术，他们对于来自中国的制裁也不是无懈可击的。雷神技术本身和波音防务所属的波音公司本体都有着大量的民用业务，尤其是在民用航空器领域，而中国则是全世界第2大民航市场，同时也是全球最为蓬勃发展的民航市场。以我们比较熟悉的波音公司为例，中美贸易战之前，中国是波音商飞海外最大单一市场，市场总额仅次于美国本土。2012年到2017年，中国市场连续6年占据波音商飞全球交付量20%以上，2017年更是超过26%。当年波音公司每3架737客机中就有1架交付中国的航空公司。志得意满的波音公司当时宣称，未来20年中国市场的商用飞机采购价值在1.5万亿美元以上。2017年，时任总统特朗普访华之际，中美签署300架波音飞机的大订单，然后就没有然后了。贸易战伴随着737 MAX 停飞事件，波音已经超过4年在中国市场没有得到任何订单。2020年，波音全球交付数量减半，市值蒸发过半，全年亏损近120亿美元。再加上新冠疫情带来的经济衰退，波音采取了史无前例的大规模裁员计划。2022年，随着737 MAX 客机的安全性重新获得认证，波音公司好不容易喘了口气，有望扭转数年来的下行趋势。波音也一如既往地将希望放在了中国市场上。波音在本年度的发展报告中指出，到2041年，中国市场将占据全球新客机交付量的21%，因此中国被波音认为是未来业务发展的关键。但是波音飞机寄希望于中国市场的同时，波音防务却参与对台军售，哪有这种便宜占尽的好事呢？波音防务和波音飞机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很模糊的。某种意义上，波音离不开中国市场，而中国市场完全可以离开波音。2022年7月，中国向欧洲空客购买了292架客机。数据显示，波音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未来数年将由此前和空客一半降至40%甚至更低。而一旦此前使用波音飞机的中国航空公司开始使用空客的飞机，这将使波音公司近乎于无法逆转地失去这些市场份额。因为考虑到机师的培训和维修备件成本，航空公司要么不倾向于在飞机制造商之间进行转换，要转换便至少以10年为持续时间单位。更不要说 C919 等中国造大飞机也即将交付。说波音不着急，谁也不信，因为想要拿回失去的市场是极为困难的。如果波音不想要这样的未来，就有必要在对台军售问题上做出某种自我救赎。如果波音想继续从中国市场获利，就要思考一下自己对于推动中美关系走在正确的轨道上可以发挥哪些作用。无论如何，没有任何企业可以一边侵害着中国人的利益和尊严，一边还赚着中国人的钱。好，谢谢张思南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欢迎回来。当地时间周4，美国总统拜登又签署一份新的行政令，要求该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加强审查某些影响美国国家安全的特定交易，尤其是来自竞争或敌对国家的资金，涉及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领域。对此，美国媒体认为，行政令虽未直接点名中国，但指向性十分明显。而随着中期选举越来越近，拜登的选举语言也越发具有攻击性，被认为是违背他上任之初弥合美国分歧的政治承诺。周4，美国总统拜登出席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国会西班牙裔党团协会晚会，他抨击共和党人正在用活人操弄政治。Republicans are playing politics with human beings, using them as props. What they're doing is simply wrong. It's un-American. It's reckless. That's why we have to win this off-year election. 拜登这番表态指的是共和党人不断往民主党主导的城市遣送移民的行为。移民问题是美国社会的敏感神经。相对于建造美墨边境墙阻挡移民的特朗普政府，拜登政府宣称对移民更友好，并授权副总统哈里斯专门负责处理这一棘手问题。但共和党作为反击，连续几个月组织了几十辆大巴，将移民送到首都华盛顿特区、纽约和芝加哥等大城市。
就在拜登发表这番讲话之际，又有2辆载有75到100位移民的大巴直接开到了哈里斯家大门外。策划这些活动的共和党人对美国媒体表示，拜登政府的移民政策又使移民越境进入美国，使南部边境社区不堪承受。在周4的选举造势活动上，拜登还抓住时机宣传自己的政绩。With your help, I signed the Inflation Reduction Act, one of the most significant laws in our history. For too long, we paid a higher price for prescription drugs than any nation in the world. 拜登对削减通胀法案相当满意。当地时间周2，白宫还为这个法案签署1个月，专门举行狂欢派对。然而，拜登的削减通胀法案却没有遏制美国的高通胀。美国劳工部周2公布，8月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同比上涨8.3%，比1个月前甚至还增长了0.2个百分点。受此影响，美国3大股指当天全线暴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创2020年3月中旬以来单日最大跌幅，标普500指数、道指均创2020年6月中旬以来最大单日跌幅，但拜登对此不以为然。Stock market doesn't necessarily reflect the state of the economy, as you well know. And the economy is still strong, unemployment's low, jobs are up, manufacturing's good. So I think we're going to be fine. 但美国舆论对拜登的轻描淡写相当不满。甚至在他发表讲话的过程中，就毫不客气地掐断了直播信号，直接开始报道股市消息。And really, is the economy something Joe should be celebrating? The Dow plunged 1,200 points. 内政没有起色，拜登再次祭出国家安全牌。周4，他签署行政令，要求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加强对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生物技术等高科技行业涉及外国公司的交易审查。负责审查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属于跨部门组织，由美国财政部长直接领导，包括国务院、国防部、国土安全部等16个联邦部会组成，专责审查外国投资者收购美国企业交易。据《华尔街日报》报道，这项行政命令虽然没有扩大该委员会的权限，但却是1975年该委员会成立以来首次针对交易审查的总统命令。美财长耶伦当天发表声明称，拜登当天签署的行政令扩展了交易审查时考虑的现有因素清单，并描述了关键领域的潜在国家安全影响。行政令表示，尽管外国投资在许多情况下有助于促进国内创新，但保护美国的技术领先地位至关重要，尤其是在当外国投资涉及对美国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领域时。事实上，对于拜登这项行政令，外界并不感到意外，就在上周的讲话中已有迹象。We're going to make sure we lead the world in industries of the future, from quantum computing t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 advanced biotechnology. Think of the things and the kinds of investment we deliver. Vaccines for cancer, cures for HIV, inventing the next best thing that hasn't even been imagined yet. That's who America's always been.美国近年来多次以国家安全为名限制外国投资，甚至直接取消已经过去多年的中国企业投资，赤裸裸打压中国企业。8月9号，拜登将芯片法案签署成法，该法案总额达2800亿美元，声称要更好地与中国竞争，实则是通过巨额产业补贴和遏制竞争的条款，推动芯片制造业回流美国本土。而就在当地时间周一，拜登签署一项行政令，启动国家生物技术和生物制造倡议，以降低美国对国外的依赖，确保美国能够把所有发明创造转化为产品的能力，回应中国在生物技术方面的挑战。分析指出，拜登不断签署新行政命令，意在给中美经济竞争增添新战线。对于美国执意与中国搞所谓科技脱钩，中国外交部曾多次作出回应称，科技应该造福全人类，而不应成为限制或遏制别国发展的手段。经济全球化是客观事实，也是历史潮流。我们希望美方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和公平竞争的原则，不要人为的阻碍全球的科技交流和贸易往来。美国泛化国家安全概念，人为对中美经贸往来和科技交流设置障碍的做法，与市场经济原则和国际经贸规则背道而驰，不仅有损国际社会对美国营商环境的信心，也将会反噬美方自身。有分析指出，美国政府以保护国家安全为理由，进一步扩大了在关键领域的投资考量范围。这些新规也将进一步影响外国投资者在美国投资的考量，或许使得投资者更谨慎地选择是否加大在美国的投资。即使最终美国政府批准了外国投资者的投资事项，但这中间耗费的时间、财力仍然是这些投资者不能忽视的关键。
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商界都认为中美脱钩不切实际。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美国国会和白宫想通过外国公司问责法案将中概股从美国股市摘牌，但此举却令美国金融业的损失更大。最后，美国政府不得不与中方合作，共同解决问题。8月底，中国证监会和财政部与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签署审计监管合作协议，将于近期启动相关合作。据悉，美国上市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人员已于周五抵达香港，核查在美上市中资公司的审计底稿记录。审计工作预计需时2个月，中方相关人员也会到香港展开工作。舆论普遍认为，中美审计监管合作协议约定，美方需查看的审计工作底稿等文件，通过中方监管机构协助调取并提供，这为双方履行法定监管职责的同时，保护相关信息安全提供了可行路径。中美审计监管合作协议的签署，标志着双方通过加强合作，解决中概股审计监管问题迈出了关键一步，符合市场的期盼与预期。